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爆兵说。美军的高官说潜艇部队是太平洋威慑的关键。难道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不管用了吗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，可以搜索一下亚太再平衡战略。美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指挥官杰弗里·贾布隆少将最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论了他对太平洋威慑的看法。他表示我们不再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沉默的兵种，威慑是潜艇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。如果不表现出能力，就没有可靠的威慑；如果对手对我们的这种威慑一无所知，那就不是威慑。贾布隆说这话，表明美军的潜艇部队要在太平洋战场上唱主角，发挥威慑作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在西太平洋大国竞争中，面对中国东风快递的远程精确的反舰能力，已经逐渐失去作用了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东风家族还没有反潜的能力。短期内似乎也看不到这种技术突破的可能性。核潜艇藏在水下几百米的深处，海水阻隔着可见光和雷达波，弹头也很难穿透海水，对潜艇造成毁伤。所以，潜艇部队确实有很强的威慑作用。美国的核潜艇部队主要承担着这样的一些任务：弹道导弹核威慑、巡航导弹对地攻击、反舰作战、为航母护航、水下侦察、特种部队的投送等等。其中核威慑与水下侦察是美国核潜艇的日常任务。俄亥俄级的导弹核潜艇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3叉戟2核导弹在水下巡逻，一旦从红色电话里面接到总统的核战争的指令，那就把核导弹一股脑的发射出去，然后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吧。水下侦察是攻击型核潜艇的主要任务之一。他们可能会潜伏到其他国家的海军基地或者是其他军事目标的附近，用水声设备或者是电子侦察、光电侦察设备来获取情报。2022年，美国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中国的南海撞到海底物受伤，被迫上浮逃离。他当时就是在执行侦察任务。巡航导弹对地攻击是美国核潜艇最常见的任务。在历次局部战争中都会看到这样的战法。核潜艇隐蔽性能很好航行速度很快，不受风浪的影响，会提前埋伏到发射海区。等到美国总统一声令下，就把大批的战斧导弹投射出去，然后抽身撤退。那整个过程中，对手可能都不知道是被谁打了。为航母护航的任务也很常见。美军的航母只要一出航，就必然有1-2条攻击型核潜艇在水下部署在主要的威胁方向，为航母提供护航。至于特种部队的投送一般是由弹道导弹核潜艇，也就是俄亥俄级来实施，因为这种潜艇的体积庞大，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搭载特种兵或他们的装备。在甲板上还可以携带一个叫做干甲板掩蔽舱的设备，让特种兵从潜艇内部进入到掩蔽舱。准备好了之后，关闭核潜艇的舱门，打开通海的舱门，搭载着水下航行器出发。这样的任务至今没有细节公布，但是人们曾经多次在波斯湾看到这样的潜艇在航行。美海军核潜艇的反舰能力对台海战争的影响最大。2022年11月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兵棋推演中就设想了这样一种场景：解放军经过海空作战渡海登上了台湾，但是美军随后发起反舰作战，消灭了解放军的舰艇部队，让岛上的解放军无法得到补给，最终失败。反舰任务一般由攻击型核潜艇实施。美军现在有3-4种攻击型核潜艇。老旧的洛杉矶级因为太贵，只造了3艘的海狼级和当前的主力弗吉尼亚级。他们所能使用的反舰武器包括捕鲸叉导弹和 MK48 等鱼雷。美军现在最看好的隐身化远程反舰导弹还不能从核潜艇上发射。不过除了上面几种任务之外，美国的潜艇部队还在搞创新。贾布隆特别提到了其中的2项，第一种是能够从鱼雷管中发射的无人潜航器，可以执行任务以后返回，把数据在潜艇上下载处理。第二种是从水下潜艇发射无人机，协助陆战队作战。核潜艇与常规潜艇不同，因为它有无限的电力，所以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高速的潜航，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。要想消除这样的威胁，只能大力的加强解放军的反潜力量，特别是航空反潜力量。潜艇隐蔽性好，也带来了它的弱点，那就是自身信息感知能力很差。核潜艇在水下一般只能通过声呐来探测地形和地方的活动，不能使用雷达、光电这一类的远程、大范围、高精度的传感器。潜艇的通信也很困难，长波无线电的速率是比较低的，要想和本方的飞机、卫星通信，就必须浮到浅水海域，
容易暴露自己。美军现在还讨论了一种新的潜艇补给方式，也就是不回到港口，用 V-22鱼鹰或者是无人机在海上的某个位置与潜艇会合，提供补给。其实呢，这就更容易暴露了。潜艇一旦被对方的反潜兵力抓到，那无论是飞机还是舰艇，只有逃命的份儿。所以啊，解放军要特别注意建立起强大的反潜兵力，把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有效地控制住。日常搜集和积累水声信号，甚至在这两处啊要布设水声监听网络，这就能有效地掌握美国潜艇部队的活动规律，在战时进行有效的威慑乃至打击，甚至可以让美国海军吃哑巴亏。好，这期话题说到这里。